大家好，我是大伟，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冬天一定要去养羊。羊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小火苗。小火苗啊，它烧得越旺，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暖暖和和的，不怕冷。而且啊，它的循环、它的代谢，包括它的整个身体的能量啊，都会变得非常的足。我相信这样去说，可能很多人感觉比较抽象。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做一个比喻。你看，冬天里面啊，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啊，他穿的很少，你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还有一种人呢，他即便啊，他裹着厚厚的一层衣服啊，他依然感觉这个寒气啊一直在往体内去钻，身上特别的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小火苗燃烧的程度不同。那么不怕冷的呢，多为是年轻人，年轻人火旺嘛。那么怕冷的呢，多数是中老年人。所以呢，今天啊，我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就是在咱们手上去做的一个操，你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每天抽出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练一练，就能够给我们的小火苗啊增柴添火。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撞合谷，是一个非常好的伸阳动作啊。我们把手你看像这样捏起来啊，你会发现啊这里啊像一个小山峰一样有个凸起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把两个手啊同时做好这个动作，把凸起的点你看啊对在一起，然后来撞击啊，像我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你看啊，身子斜过来啊，然后来撞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把手举起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摆臂啊，手臂要摆动啊，你千万不能说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就这样撞一撞啊，这样做的话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把手臂摆起来啊，你能听到这个发闷的一种声音啊，就这样。力度啊，大概4分力到5分力，每天撞上一个啊50下到100下。好，做完了以后啊，你把手打开，你会发现啊手上发热啊，包括我们的额头后背啊，逐渐会被一种热啊慢慢的蔓延，这种感觉舒服极了。这是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动作，每天都要去做。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手是身体的缩影。第二个动作就是在手上打开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线路啊，你看。把手这样张开来，手一定要尽量的张开。然后呢，我们这个手啊是以这里，你看我手指的这个骨节，好，来从下摩擦到上啊，再从上摩擦下来，我们走上3遍啊。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摩擦的时候就会发热啊，非常舒服啊，就这样摩擦啊，上下，大家可以看到，哎，再上来，再下来，好，摩擦3遍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撞击。一样的啊，大家看，啊，听这个声音，啊，撞的是哪里？中间这一条线啊，中间这条线，手掌中间，你看，就这样去撞，啊，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的舒服，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个手掌当中啊，撞起来以后啊，有一种酸酸溜溜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撞上一个30下以后 ，OK， 再把这个我的右手也做一下，一样的，你看姿势，从下啊慢一点，摩擦到上。再摩擦下来，再摩擦上去，啊，再下来，啊，做3遍啊，摩擦上去啊，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很大的劲啊，就这样。好，你做完这3遍以后，手掌当中啊表面就会发热，然后呢，我们开始把中间这条线给撞开，你看1、2、3、4啊，就这样。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有节奏感？哎，我们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做完以后啊，这个手会感觉有一些微微的酥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这2个动作每天耗时大概在5到10分钟，你把它做起来啊。冬天这2个动作做好，你的小火苗啊就会变得很旺。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一个人啊，从小到大不可能啊是没有扭过脚的，扭脚这件事啊是可大可小。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这个扭脚这件事发生了以后啊，几乎没有什么讲的，因为它可以自己啊修复好，而且以后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30岁往上走的这类人群啊，扭伤脚以后，就意味着很可能啊会出现习惯性的扭伤脚踝，或者呢就是扭伤脚踝以后啊里面造成的一些后遗症，
每到刮风下雨天啊，这个脚踝里面就酸的胀的不行。所以咱们讲啊，人年纪越大，越要重视咱们脚踝的一个养护，因为毕竟啊，脚踝一旦扭伤，没有损伤到骨骼还好，但是啊，最轻的一个成本的代价就是让你啊，可能3天到15天左右啊，你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自由的走动啊，整个人的行为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脚踝变得更好、更强壮呢？其实这里啊，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适合于30岁以上的人啊去练习，它可以很有效的增加我们脚踝周围肌腱的一个力量，从而更好的固定住咱们的脚踝的一个稳定性。对于一些习惯性的扭脚的朋友们啊，也能带来较为大的一些帮助啊。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每天啊先踮脚提踵啊50下，在踮脚提踵50下以后呢，咱们啊再进行一些踮着脚啊走路。那么在踮着脚走路的时候啊，它有几大用处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最好啊就是拖着鞋子在家里面地板上走，它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脚底上面的反射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踮着脚走路的时候啊，它会调动起我们脚心当中的一些肌肉啊，进行一个平衡，同时可以很好的刺激和锻炼到我们脚踝稳固的一些核心肌群，对于我们稳定我们脚踝上面的关节来说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大家记住一个口诀，就是每天踮脚50下，然后呢再踮脚走路数到200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每天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啊就得到了充分的刺激。年纪越大的人啊，越要做这个动作，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一旦脚踝受伤，那就意味着你的行为能力、行动能力啊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巨大的。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动作非常的简单，希望大家每天啊就把它加在自己的走路、散步或者平常看电视的时候就做一做。非常的好用。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么有很多人啊，一觉睡醒以后就发现啊，自己的脖子啊突然就动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一根筋啊在脖子里面是溜着、瘪着，非常的难受啊，整个脖子都处于一种非常僵硬的状态啊，一动都不敢动。那么用俗话来说啊，咱们这个啊就称之为落枕。那么落枕的人呢，有的人啊他缓解的比较快，可能啊就1-2天左右，这个脖子啊就恢复到一个正常了。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缓解的啊就相当的慢了，可能要7天啊或者15天，这个脖子里面还是会出现隐隐的不舒服。那么落枕的人呢，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他的恢复能力啊会比年轻人啊要缓慢了很多。今天呢，大伟就教大家一个简单解决落枕的一个小动作，可以加快你的一个恢复力。做完以后呢，当时的感觉啊也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实用的，我们只要记住一条线。这条线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锁骨啊，我用这个手指啊去摸我的脖子，大家看啊，这个锁骨这一块呢，我们只要沿着这条线去把手指啊戳进去。戳进去以后呢，我们微微的抬头啊，比如说你脖子扭了不能动了，对不对？你在你的极限角度把这个手指给它戳进去，然后你看注意细节来了，就是反复的轻微的运动。记住这里呢，为什么要反复轻微的运动呢？其实呢，说简单一点，就是把我们的结给它解开来。结只要一解开来，这个气血涌入进去，就能更好的刺激我们的一个修复能力。所以呢，我们就是看按着这条线呢很长，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去按，从左到右，它是一个扫荡的方式按住比如说我从我的这个头开始按住。然后微微的把头扬起来，来回左右轻轻的动一动。好了，然后再来往下一个点，好，再来当你感觉到某一个点特别的酸、特别胀的时候，你就在这个点多保留一会儿，然后脖子微微的动一动反复的前后上下都给它做一做运动。那么做这种运动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结给解开。最后呢，一直滑到哪呢？就是滑到我们的末端末端你看依然要按住来回的动一动。你就
把这个动作给记住，然后呢，你就按这个动作去做，从前到后，记住一个口诀，就是哪里感觉酸，哪里感觉胀，你就在那里多保留一会儿。如果感觉只是轻微的正常的感觉，那么咱们这个动作呢，就是做一会儿就换下一个点。从前到后咱们算1遍，我们可以做上个2到3遍。那么在最后还要给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脖子往左边动不了的时候，我们要按住我们的右侧；我们的脖子往右侧动不了的时候呢，我们要按住我们的左侧。如果你感觉单侧按完以后它没有明显的一些改善的话，那我们就2侧都做一做。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是非常好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收藏下来。当哪天如果睡觉起来了，脖子不舒服了，落枕了，你就把这个方法做一做，有备无患。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击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么很多人到了40、50岁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髋关节灵活度明显的下降，而且走路的时间走长了以后这个胯部就会疼，会不舒服。里面就感觉发酸发胀，甚至有些人是生疼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提示你的髋关节上面的这把锁要给它解开。我们经常用锁去形容一些僵紧的一些肌肉，或者气血不通的一些位置。为什么呢？它就像一把锁一样把你的整个位置给锁住了，它还会向你周边的其他位置辐射。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经常出现了一些酸胀，它慢慢的就会往下影响到我们的膝盖往上影响到我们的腰部它这个锁你就一定要及早的解开。那么这个锁怎么解开呢？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做。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身边要找一个类似于这种圆柱形的这种道具或者呢，你身边如果说有球球状体，我们拿一个球也可以。拿了一个球怎么做呢？我们把手你看放在我们的胯部，放在胯部以后呢，你这个膝盖来回的你看这样晃动，在晃动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上面有个小骨头在你手下在来回转，是吧？我们就把这个瓶子或者你的道具去顶在这个小骨头的正上方就往上一点，大概2指左右的距离。你看，比如说我在这儿，它这个晃腿，发现它有这种滑动感，我就往上再1个2指放在这儿。找好位置以后呢，我们把这个位置去顶在墙上，大家注意看顶上去，屁股往一侧用力往一侧用力。这个时候我们把脚你看往前伸直，然后来回的去晃动你的脚，左右去晃动，脚尖是往上勾的，用我们的脚跟着地，左右去晃动来回晃动，身体呢往墙上尽可能的靠。你会发现靠得越紧咱们这个髋关节周围它就会有越明显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很酸很胀它这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可能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感觉这个感觉他没有办法忍受，没有关系，我们轻轻的靠，一点一点的尝试。当这个酸胀感会随着你的脚你看左右来回的晃动以后它左右晃了一个大概20下到30下以后它这个酸胀感慢慢就会减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活动一下你的髋关节，会感觉非常的轻松。好了，这个动作呢，就是针对于我们髋关节上面出现紧疼痛走路走一会儿髋关节不舒服的人你就这样去做一做。那么由于我这里呢场地有限，拍视频也不太方便，很多地方没有给大家展示的那么的详细。那如果视频拍出来以后大家有不懂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一一来解答。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不懂的就来问我，每天呢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健康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一个女粉丝今年62岁。在我的指导下呢，做了1个月的深蹲，你猜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这里我也不给大家卖关子，用他的原话来说，他感觉自己的腿脚更有力气了，上下楼的时候呢，感觉明显非常有劲，而且最奇怪的就是随着腿部力量的增加，整个人感觉非常的有自信。用他的话说，就是走路都带着风，非常有自信。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深蹲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远远不仅于此我们来
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深蹲它是一种上下，我们要起身啊蹲下，起身蹲下上下式的一种运动。那这种运动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刺激、心脏的考验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往往你做个20个到30个，心脏加速非常的快，那个心脏砰咚砰咚就开始跳。这个跳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它的运动，充分的给全身进行泵血啊。所以长期锻炼下来以后，你会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那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都强了，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行能力啊也会变得更强。所以，当你感觉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运行不畅的时候，多练练深蹲啊，它对于我们整个身体里面的气血循环能带来很好的帮助，还能强大我们的心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现在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深蹲就可以很好的刺激我们的骨骼，去延缓我们的一个骨质流失。同时，青少年进行适当的深蹲，不是说负重啊，适当的深蹲可以打好我们的骨骼基础，让我们老了以后也不会更快的流失骨质。这里要注意，就是女性一定要尽早的练深蹲啊。这个女性啊，她这个骨质疏松比男性要严重的非常的多，所以女性啊一定要尽早的去练，练得越早那么你的骨质、你的骨骼的一个状态就会达到一个相对而言较好的、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就是深蹲可以刺激咱们腿部的力量。那我们都知道有句古话说叫腿是人的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从脚生。这个腿部你感觉有劲了以后这个走路起来都带风你看我们就看到很多就是身体块头比较大的人，他这个走路就感觉特别有劲，为什么？力量全部在腿上。所以说你经常练深蹲的人，腿部只要练强壮了以后这个走路起来一有劲，整个人的自信心、气质明显就会有提升，而且说话起来这个重气有足，整个人的状态就明显感觉往上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呢，从以上的3个方面来说，这个深蹲，第一个强大心脏，第二个延缓我们骨质的一个流失，强壮我们的骨骼，第3个呢就是刺激我们的雄性激素以及雌性激素的一个增长对于男女同志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深蹲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不妨就从每天30个到50个开始做，你去坚持1个月，身体会给你带来的这种惊喜会远远的超过你自己的想象。好了，今天就是关于深蹲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知识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深蹲这个运动。重视还不够，坚持去锻炼，才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真正的帮助。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健康有价值的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做一套疏肝健脾操这套操对咱们肝不好、脾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如果你有口苦、口臭面色不好看，肠胃消化不太好，那么就跟着大伟一起来做起来。这套操见效特别快。那首先怎么做呢？咱们要单手放在咱们的腰间放在腰间，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位置这里呢是咱们的一个章门穴就手心覆盖的位置，正好是咱们章门穴的一个位置。那章门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咱们疏肝健脾放在这里以后呢，咱们要去往前去推，顺着脾经行进的路线再往下走。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呢？就像我们在画一个7字形一样数字的那个7我们就这样推过来。往下就这样做个200下，来，大伟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手贴在这里，然后往前推，往下走再回来看，往前推，往下走，非常的简单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手要压下去。如果说你的手上没有什么力气那我们可以2只手一起做，就像这样2只手交叉往下去压住，然后往下去推是这样做的。所以说做起来你可能感觉大伟像在画一个圆圈一样，其实不是，咱们只是走了一个行进的路线，既刺激了咱们的章门穴，又把咱们的脾经给通顺了咱们就这样做200下。好，这是侧面演示一下给大家看。好，做完一侧呢，咱们再做另一侧如果你这个肠胃不太好
对吧？平常有一些便秘，那么咱们做完以后啊，其实对于可能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啊，他这个身体上面就开始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响，或者做完就要去上厕所了，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啊，证明它是一个代表做的有用有效果啊，咱们就这样做啊，200下，速度啊不用很快啊，不用很快的这样去揉，咱们就力量渗入进去，慢慢的推啊就可以了，中等的速度。好，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咱们左边做200下，右边做200下，每天都做一次啊，慢慢的咱们肝经和脾经啊就会越来越通畅，身体啊自然会越来越健康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啊，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用的养生小知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教大家一套长寿经络操。那这套操啊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去做啊。我们都知道经络一堵啊，身体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生活上面啊会受到极大的困扰，非常不舒服。那如果经络通顺了以后，那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度啊整体就会提高，精力啊各方面的一个状态都会变得很好。所以每天就做个3分钟，就会让你的经络啊保证一个疏通的状态，非常的健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首先我们的起始姿势，把手掌朝上啊，另一只手呢搭在我们的手肘处，好，然后呢注意旋转的时候，咱们手腕要转过来啊，另一只手呢趁着它旋转的时候，慢慢的往下去拉啊，疏通咱们的一个三焦啊，包括到我们极泉穴这个位置，你看这个手的位置啊，走向是非常好的啊。注意这一点呢，2个细节，第一个呢，手心啊要朝上，然后转过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你看它有一个环绕的动作啊，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就做起来啊。1，每天啊去做个200下。2，它可以拉开我们上肢的经络，对于咱们上肢气血不通的、肩颈不好的人啊，都有很大的改善。我们这样做啊，换只手演示啊，这个动作啊200下，来做起来，好。做完第一个动作以后，咱们要做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就是疏通咱们前侧的3条线，分别是咱们的任脉、胃经和肾经啊。咱们就这样做，1、2、3，1、2、3，非常简单，对不对？我们只要拿手啊往下去刮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是啊，我们从里到外算1下啊，我们做一个100下啊，就这样。这样做的方法啊，它对于我们的肠胃啊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的肠胃啊，或者说你经常气喘啊、不舒服啊，咱们做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啊。第3个动作呢，就是揉腹啊。我们从右往左去揉啊，就这样去揉，手啊要按进去，要有一定的压力。大家跟着大伟一起去做啊，50到100下自己去数啊。做完以后啊，小腹会感觉暖暖的，非常的舒服啊。对于便秘的人啊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还能去帮助咱们促进消化。第4个动作啊，疏通我们大腿后侧的一个膀胱经。咱们双手啊放在腰后，贴近咱们肾腧的这个位置啊，然后非常的简单，从上往下啊去滑啊，手掌贴着我们大腿后侧去往下去推就可以了啊。大家看，1，好，做完以后沿着我们外侧的胆经走上来，然后再下去啊，就这样去做，非常的简单啊。后侧大腿腰部往下推上啊，推上，好，来从侧面做一遍给大家看啊，腰部啊推下去，好，从我们的胆经上来，再来就这样做。这个动作啊做起来是非常舒服，同时啊咱们在往下弯腰的时候腿伸直，也可以帮助我们拉伸咱们后侧的膀胱经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再换一个方向演示一遍给大家看啊。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做个100下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这4个动作呢，就是咱们长寿经络操的全部动作了。那么大家呢每天花一些时间做一做，可以有效的改变咱们身体的健康，同时啊可以让我们的气血啊变得更加的流通啊。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点赞、评论、关注，每天都会分享一个养生的小知识啊，点关注不会错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保肝护肝啊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晚上喜欢熬夜的人，睡觉啊这个腿啊总是无处安放，不踏实又不拧腿，这个面色不好看，口苦口臭啊，包括脾气大，看见什么事啊都想发火，又肝气郁结。那么你今天啊就一定要跟着大伟去做一个
非常管用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疏通肝经啊，保肝护肝。那么大家可以跟着大伟一起来做，看看这个方法啊究竟怎么样。首先呢，我们要把腿啊敲起来。那咱们肝经循经的路线啊，是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啊，在大腿内侧。那我们去把这个肝经疏通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要拿我们的手肘啊去压着咱们的这个大腿内侧啊，你看这个手肘一压啊，身体往下面一倾斜啊，我们力量就自然沉进去了啊，然后我们就压进去，来回的转动啊，来回的转动，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拨。很多人这个位置拨起来是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啊，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就这样去从下到上做个5遍啊，大家来跟我试一下啊，拨弹压住啊，压住。其实我们身体只要一倾斜啊，这个手再往上轻轻一搭，这个力量就沉进去了，我们根本都不需要发力，点住啊，轻轻这个肩膀动一动啊，就可以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了啊。再来，好，继续。这个方法不单单是能疏通肝经，同时呢，它可以去帮助我们疏通我们下肢的一个血管。这个血管给它疏通了以后对于咱们这个下肢畏寒的这个膝盖总是寒凉的，都能带来极大的改善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它可以加速我们整个血液的一个循环加速我们的一个代谢这个方法还有这样的功能。好，从下到上我们一个点一个点的往上走，非常的简单，力量根本都不需要很大，是我们自己居家放松按揉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就这样做，一直做到哪呢？一直做到我们大腿的根部，一直做到大腿根部再往上我做不了了就做到这儿压住这个手呢就给它一点点的压力就可以了好，就这样去做。好，在最酸疼的点我们保持住下压进去的力量不要动，大约持续10秒钟左右这个方法呢，我们建议一周你去做一个3次左右，一周就做一个3次。做完一周你会发现身体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同时呢，经常去做这个方法的人他的腿对腿的一个这个气血的循环会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那么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呢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大家多多关注。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肩周炎。说中医民间有一个方法对于咱们肩周炎特别有效果做完以后就立竿见影。这个方法的名字就叫做3穴1点。是哪3穴呢？第一个是我们的臂劳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肩髎穴，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肩俞穴就这3个穴。还有一点是哪呢？就是我们大拇指手自然放在肩上，我们大拇指指的位置就叫1点。那这个3穴1点它对于肩周炎或者肩周粘连这个肩膀不好的人可以说是做完以后立竿见影，就会见到效果。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大家跟着大伟一起来做，看看效果究竟怎么样。首先大伟先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取穴方法那我们先演示一下，手自然张开，手张开放在我们的手臂上然后小拇指点的位置大约就是我们臂劳穴的位置。食指咱们食指的一个这个中间的关节这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肩俞穴的位置。然后食指指尖点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看食指指尖点的位置就是我们肩髎穴的一个位置那么这3个穴我们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的就是3穴。然后呢，我们大拇指，你看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往下一点点，往下一点点就是我们的1点所以叫3穴1点。好，我们现在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把臂劳穴就是我们小拇指指的位置进行一个画圈大家看我可以用我的3到4根手指点在臂劳穴的周围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按压下去以后画圈画圈，正时针、逆时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追求一样感觉，就是要有酸胀感或者说你有这种这个微微疼痛的感觉那我们来试一下。好，我们画一个10到20圈一定要压下去千万不能就在皮面上面去揉，这样效果就不好了压下去揉揉
啊，就像我这样的速度。好，揉完以后，第二个穴位啊，就是我们这个食指中间的这个关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食指中间的关节啊，我们把手也依然是这样扣进去啊，进行一个压揉，也是要有酸酸胀胀的感觉啊，我们也是压揉15到20下。好，压揉完了以后，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间髎穴，就是我们食指指尖的位置，你看自然贴上去啊，食指指尖啊，然后也是手指扣上去进行一个压揉啊。这个压揉就非常简单，把这个3个穴位啊，大家就揉一揉，揉一揉以后啊，你们做完就知道了。其实连头带尾啊，也就不过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好，也是15到20下。最后呢，看手一搭，你看大拇指的位置，看其实就是怎么去做呢？我大拇指这样一屈，你看一屈一点啊就可以了。注意看这个细节啊，大拇指看。一屈啊一点，比如说我这样放着，我大拇指一屈一压，哎，这个就是一点啊，这个点的位置，你看，点进去，哎，我们可以左右揉一揉，你会在手下摸到一个大筋，那这个筋啊，你就把它松懈开啊，把它揉一揉，左右拨弹拨弹啊，也是15到20下。好，做完以后啊，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运动啊，就这样抬手臂啊，我们把手臂往上抬，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抬完手臂，你会发现这个膀子啊，就像没有的一样，非常的轻松。还有很多人做完以后，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血液往下冲啊，血流往下冲啊。这个办法呢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有50肩啊，或者是有肩周炎，肩周啊不太好，肩周总是疼痛啊，都可以去用咱们这个3穴1点的方法。非常好用啊，所以大伟呢就极力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啊，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有需要的人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点赞、评论、关注，每天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经常看视频哦。好，那么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观看。